最近天气越来越热，每次上下班都是满头大汗的。女朋友也每天都跟我抱怨，上下班时被热到浑身油腻，脸上的妆都要被热花了。而女生在户外是比较在乎形象的，所以我一直在苦思冥想，要怎么帮她解决这个问题。于是我想到了风扇，立马上网查了一下，没想到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一个小小的风扇居然可以卖到3000元，介绍更是吹得天花乱坠。但总体大致分为2类。挂脖风扇和手持风扇，于是我直接购买了17款回来，总价3000多元，来看看哪款是智商税，哪款又能解放双手的同时还能减轻燥热呢？现在市面上的风扇运作原理大致分为2类，轴流风扇和离心风扇。本次买回来的手持风扇基本都是轴流风扇，就是平时我们最常见的普通风扇，普遍风速比较快，但很多人认为风速比较快，噪音就会越大。噪音大，那是扇叶动平衡差，电机轴与轴承的拼装不紧密，才会导致风速越快，噪音越大。接下来我们看看轴流风扇的外观用料，其中极速和 VS-Go 是铝合金材质，偏向重金属摇滚风，更适合男生一些。来风和普拉士是精美小巧型，外出携带方便，放包里、裤袋里都不是问题。普拉士还带卡通装饰，偏可爱风。来风的外观是珍珠白的喷漆，光线照上去有种七彩变色的效果，精美高端的风格也更博女生的欢心，拿去送女朋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新式蓝和逸祥和的外观只是做了折叠设计，好处是出风角度可以调整，坏处就是用久了容易松动，风扇就会一直往后倒，耐湿度和灵动摸上去满满的塑料感，外观就比较普通了。这次买回来的挂脖风扇都是离心风扇，工作原理和鼓风机、抽油烟机一样，它吹出的风力更加柔和。外界普遍认为离心风扇风速较低，但大部分是马达使用功率过低，扇叶结构不合理导致的。在马达功率较强的情况下，是可以达到和轴流风扇一样的风力。外观方面，其中速热、铁兔和极速是采用硅胶亲肤材质，都是可以360度调节风向的，并且有折叠设计，放在包包里也不会占太多的地方，立在桌子上也是没问题的。硅胶材质与皮肤接触也不会有油腻的感觉。Answay、木染和丽源后脖颈这里是带有半导体制冷片，华宇飞环和佐佐布布则是在两边。Answay 和木染的外观用料比较高端，看上去精美一些。麦兰朵、丽源、华宇飞环和佐佐布布则较为一般。由于挂脖的面积较大，戴久了后脖颈这里比较闷热，流汗后和皮肤交换液体的感觉非常难受，而且稍微用力点，感觉就要折断了。半导体制冷片是可以用来迅速降温的，不过在后面的体验中发现，这热效果要远强于制冷效果，它的一面变冷，而另一面变热。冷面每降低1度，热面就会上升2度。风扇就是使空气加速流通，主要用于清凉解暑和疏通空气。实测中发现，手持风扇普遍会比挂脖风扇的风速高，表现出色的则是 VS-Go、灵动、极速和来风。VS-Go 最高档每秒10.5米，最低档6.6米；灵动最高档9.1米，最低档4.1米。比较差劲的是新式蓝和普拉士，然后是挂脖风扇。最令人意外的是铁兔，78的价格风力只追手持风扇，最高档3.1米，最低档2.4米。而价格128的木染则是倒数第二，价格高达418的 Nestway 最高档风力只有1.1米，明显价不符实。这是风力的所有实测结果，感兴趣的可以暂停观看。风速测试完了，但是发现并不是越快越好。风扇在工作时是会因为风扇转动和气流的流动而产生一定的声音，从而影响周围物体振动，产生噪音。而手持风扇大部分在公共场合或者家里使用，如果噪音过大，怕会影响到其他人，所以在风速强劲的同时，也要兼顾噪音。在40到50分贝是比较安静的，但噪音超过60分贝就会影响到正常睡眠。噪音超过70分贝就会让人变得开始烦躁，所以我们以60分贝为标准。新式蓝和逸祥和没超过60分贝，但这2款的风速都很低，所以噪音也相对较低。最意外的是来风，没想到在风力不小的情况下，对噪音的把控还不错，只有62分贝左右。其余的几款都超过了70分贝。VS-Go 严格来说已经不算手持风扇了，更像是户外多功能风箱，更适合喜欢户外露营的人群，而且还没有自动吹风，需要一直按着。手持风扇里其中最夸张的是灵动，跟螺旋桨一样，也无法在桌上立定，而挂脖则是涡流风扇，本身噪音就较小，再加上更多是户外使用，噪音的影响就没那么大了。对于要在户外使用的风扇，我们不得不考虑到续航时间。要是在户外风扇没了电，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累赘。测试的方法也很简单，选择最先进、最直观的熬音法，在满电的情况下，分别测试了最高档和最低档的续航时间。实测结果中发现，手持风扇中5000毫安的极速最低档续航达到15个小时，最高档2个半小时左右；3000毫安的来风最低档达到12个小时，最高档同样是2个半小时左右。VS-Go 只有1200毫安。
续航远远不如前面两款。挂脖风扇里续航比较出色的是 Nestway、极速和铁兔。Nestway 号称是18000毫安的容量，但实际测试结果最高档才3个小时左右，最低档10个小时左右，有点名不副实了。极速和铁兔最高档2个半小时左右，最低档7个小时左右。不同的电池容量续航也不同，这是所有的续航测试结果。重量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方面，特别是挂脖风扇，使用时要一直挂在脖子上，如果重量太重的话，戴久了会不舒服。下面是所有产品的重量数据。综合使用体验下来，手持风扇比较推荐的是来风，风力和噪音的把控不错，中规中矩的价格，质量却让人眼前一亮，吹在脸上的风力也较为柔和，整体的设计比较高端精美，方便携带。我也是打算拿来送女朋友了。对于户外工作者，我比较推荐的是挂脖风扇，因为可以解放双手，而且在炎热的夏天也需要一个风力清凉且续航时间长的风扇。在所有的实测体验中，体验感最好的是铁兔和极速。两款产品的电池容量和续航都相差不大，但在风力大、噪音小方面，铁兔更胜一筹。价格也是极速较高，贵出来的钱可能是因为极速这个品牌吧。速乐比起前两款质量较差，其余的都有明显的缺点，要么材质差，流汗后和皮肤交换液体的感觉难受，要么出风口固定无法调整，要么价格过高，所以不推荐。做这个视频的主要原因是想教大家如何挑选针对户外降温的风扇，在炎热的夏天里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